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我的兄弟刘宇宁，欢迎各位。你们辛苦了啊！我不辛苦，我还行，我还行，我辛苦是应该的，应该的。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正在聚会呢？朋友们啊，现在是不是在那个各个什么餐厅已经就位了？有吗？在地铁上？没有，也是在厕所里。你在厕所就不用告诉我了，没票在家呢，没票在家，你在网上不也没停着看吗？不也一直在那刷视频吗？刷了2天视频可以的，在网上等于有人看演唱会也是 OK 的，没事儿，这次没有票，下次不就有了吗？一直等我直播呢，哦，谢谢，辛苦了。你怎么知道我会直播？演唱会说的哦，是我有可能就是说了然后不播呢，也有可能啊，也不是一定会播的。有朋友终于蹲到我直播了，那也没有那么的难，也没那么难嘛，我经常播。然后再一个，我可能像这种卫生间式的直播，可能就没那么精彩。它不像我平时那个在家的时候，那个设备比较齐全，然后声音什么的比较好。这个就可能就是凑合看啊，这属于就是那种彩蛋式的直播，小花絮啊。因为我对我直播这一块就是要求非常的高，无论是工作也好，任何东西就是只要我干了，我对它要求也是非常高，这一定得像那么一回事儿啊。播的怎么样先不说，设备一定得顶一顶，我们不挑，能看到你就行。你们这是给杆就爬呀！我说我直播不太好，直播比较的那个简陋。你说没事没事，也就是你的意思是真的很简陋是吗？你问我属猴的，是属猴的，给杆就爬，
对，主要每次，反正它也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惯例了，就是我每次那个演唱会，可能第一场不会播，但第二场结束之后，我就基本都会播一会儿。然后，对，就是当然也算慰藉昨天和今天的2场来看我演唱会的朋友们的那种戒断感。然后就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他没有看到我。不，他没有抢到票，可能就在网上看我，所以呢就想说，哎，那演唱会完事儿了，是不是能跟明哥聊会儿天儿啊？在公屏上跟那个小宁互动一下什么的，就聊聊天儿什么的，就所以就是尽量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吧，嗯。有朋友戒断不了，戒断不了，那就意味着我白播了。那我拜拜各位，晚安，拜拜。没有用，没有用。有朋友说快点儿，明天还上学呢，什么玩意儿快点儿？你在说什么玩意儿快点儿？有朋友说快点儿，明天还上学呢，我干嘛？我快点播，我说话2倍速、3倍速。在深夜的直播主打的是一个陪伴，啊，主打一个就是那种午夜电台的感觉，啊，有朋友说要不去鸟巢开演唱会，我开不了，没有那个自信，票卖不出去。再一个，我去年的时候其实我跟大家说了嘛，想在鸟巢开一场了，然后但是去年场馆都已经满了，没有那个机会了，包括今年的场馆都满了，鸟巢那个场馆太火爆了。你不提前预定就不太行，就不太行。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开的话，因为我很多歌都以情歌为主，那种摇滚的歌或者快歌比较少。我开场的话，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在一个体育场里面，我唱情歌，我就觉得有点难受，就是没有足够的那种。很有气氛的歌就有点难受，所以而且我觉得管起码它的那个视听效果会好一些，啊，它的视听效果会好一些，场也 OK，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赶不上管的，我是觉得就是它有一个，但是场的气氛会更好一些，因为人多嘛，人多，你想想几万人喊和不到1万人喊，那个是区别是很大的，有朋友作业还没写完呢，都快11点了，作业还没写完呢。今天妆造好看，就是有什么时候是一般的。有朋友说，你总是想给我们更好最好的，也倒没有了，不用这么捧我，没有，只是说我现在就是心态就是干任何一件事儿都希望能在我认知范围内做到最好，只是做好这件事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时候3巡啊？3巡先开完2巡再说吧，我研究研究，我想想，就是2巡开的其实也挺那个什么的，挺顺利的，然后我也挺满意的，包括在家朋友们都非常支持，然后去买票去天南地北的飞来去支持我的演唱会，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我3巡还是跟2巡差不多的话，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是有点对不起观众的，所以就等我有新的想法，对3巡或者有新的歌，或者是新的火的歌，或者是新的一些设计什么之类的，我才会搞3巡吧，
没事儿，我就没有3巡，我不还有直播吗？不还有康乃馨吗？还有康乃馨音乐节呢，嗯，然后还有综艺啥的呢，对吧？几巡啥意思啊？那这个朋友可能是不太懂。几巡就是巡的意思，就是巡回演唱会。1巡呢，就是第一次巡回演唱会，是在我是6年前的第一次巡演，然后就是国内几个城市去一趟，几个城市然后演一圈儿，然后2巡呢就是第2次巡回演唱会叫2巡，那第3次巡回演唱会呢就是3巡嘛，是这个意思。现在第2次巡回演唱会还没完事儿，还有最后一站南京，结束之后2巡就结束了，所以再开演唱会就是3巡了。因为每一场演唱会，不能说歌不一样，但尽量舞美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会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有一些新的设计啊想法什么的，不能多加几个城，没有，就是跟城市其实没关系啊。我这人吧，就是我可没有不就再说吧，这个我们不聊这个了啊，因为我就是先巡完再说，嗯。有庆功宴吗？本来是应该有的，但是我有点累，所以我就不庆，我就没弄。我可能是南京完事要庆功宴一下，嗯。怎么这么多人跟我申请连麦啊？很多朋友要跟我连麦，不是问题，我跟你很熟吗？你跟我连什么麦？有病啊你啊！我这一次朋友前2天不是去那个录地球嘛，录地球超新鲜，去那个新西兰，10几天吧，应该是1、2天我忘了啊。然后那面的时差习惯了之后，我回来以后，就是每天到了8点钟左右，已经困到不行，已经困炸了，就困到就是已经不行了。然后，而且睡眠质量超级好，睡眠质量超级好，现在就是去了那新西兰，感觉睡眠质量都上来了，嗯。而且每天早上就是你，哪怕你回到国内，每天早上9点，基本就醒了，因为我们在地球录地球，在新西兰的时候，录地球那个每天开工就是9点起来化妆，直接10天给你养成一个生物钟，到了9点，你看我们那个地球团那个群里就说，哎，各位起床了吗？各位都我看里边那些他们都起，就是全都是9点钟就起来了，哦，嗯。
有朋友新西兰录制开心吗？其实挺开心的啊，因为可能，第一是啥呢？第一是我可能，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很难去，很少有时间去出国玩嘛，就出国嘛。包括我之前自己可能没有综艺的时候，我也没出国玩过。然后这次能够跟剧组去新西兰去溜达一趟，这个是我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去玩还挺开心的啊，因为你能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风景，然后一些生活状态啊，然后那个包括一些就是一些什么牧场啊这种，平时你可能不会去，但是你在那个节目的安排之下，你就会去到那个地方，就会去看牧场也好，或者看什么蹦极呀、看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你就是你会觉得是新鲜的，然后你的感受也会觉得很好玩儿，啊、而且这一次录制，因为录制的那些嘉宾们都很熟了，都已经熟了，就不像去年录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磨合期，但今年去了就不用磨，直接上来就是特别熟练，然后大家信任感产生了，然后整个的录制过程当中就很顺利，开玩笑呀，然后闹啊，然后互相的，就是以综艺效果的那种方式去讽刺啊，或者是针锋相对呀，就会很多，然后就是那种不是说讽刺啊，就是开玩笑嘛，就是那个在节目里调侃嘛，对，然后就会整个的那个录制就会很顺利。反正我会觉得今年录的内容会比去年有意思，对，因为你自己录完你就知道这一趴好不好，好不好玩，好不好笑，对，就是会感觉今年大家的状态都很好啊，都很好，然后而且每个人都发光，每个人的点都很就是很独特，发光发亮，都很棒啊。所以今年我觉得地球今年应该会比去年好看，去年当然已经很好看了啊，今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也是因为是我参与的项目，我都会觉得它好，然后今年应该比去年还要好看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嗯，有朋友问滑翔伞好玩吗？其实那个没有，那个剧组很照顾我。我们那天因为去新西兰，其实那个地方主要的玩的东西就是一些极限项目嘛，比如蹦极啊那种峡谷大秋千，然后还有那个滑翔伞、什么跳伞这些东西的。然后之前就想说那个我是不敢玩这些东西的，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说瞬间能让我去世的东西，我就基本都不玩，特别怕死啊。然后那个基本我都没有想参加，就是我也去了解了嘛，上网去了解了一下，我说这个，比如像跳伞这个项目，然后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有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故？人家就开了几十年了，一起事故没出过那种的，我就觉得哦，好像还挺安全的。然后但是我还是不敢。然后那次去滑翔伞那一次，它就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可以飞滑翔伞，一个是滑翔翼。我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打算去滑，但等我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站到那个要滑翔伞之前，然后导演组还劝我说，那个宁哥你要不上的话，你就不用勉强。我说没事，我说我想一想。结果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发现其实当我站到那一刻的时候，就没有我想的那么吓人，我没有我想的那么吓人，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不如体验一回呢，对不对？就是工作了1年，压力这么大，我可能通过这一个东西，就那个突破了，好像也可能是啊，突破了。我觉得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然后结果啊，朋友们，我觉得就是这句话是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等我那个滑翔翼那个滑翔伞真的飞到天上那一刻，我心里就俩字儿，就这。狂妄了啊，可能就变得狂妄了，就这不吓人，这还好吧？
我以前在怕什么？我在怂什么呀？这有什么可就这？你知道吧？你这很狂妄啊，很狂妄，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朋友说很爽，哎，倒也不是，就是他那种感觉是，是很开心，也很好玩，然后那个感受也是新鲜的，但是就是好像你就会觉得，哦，也没有想象那么的刺激，那么的吓人，那么的危险。就是两个字，就这，也当然就这是有点夸张，有点狂妄了啊，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的恐怖，没有那么的吓人，就还好哦，比我想象的其实我觉得好太多了啊，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没啥，对，然后那个对，也不是挑战自己，我觉得人是我不是推荐大家，我只是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要逼自己一把，可能你会感受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你可能认为自己不行，但是可能在你认为安全的情况下，或者在你就是有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嘛，富贵险中也不是富贵险中求，是那个意思啊。就有的时候你可能超出自己的安全感一些，你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当我飞到这个滑翔伞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行，就这样，就也没多吓人，而且你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飞到天上那一刻，你的英文都变好了。我在天上，就是我其实完全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一个状况，在天上那一刻，我觉得我被打通了，我直接跟那个跳伞那个人，我俩就沟通对话。直接就对话，哐哐就是聊，哐哐聊，就是，但是我都是单词性的啊，我都是那种单词的啊，就是他就问我Are you OK？Are you OK？就是意思你应该还行吗？他就是有点瞧不起我，他就是因为我当时表现的有点怂，他以为我不太行，他就Are you OK？就是也不是Are you OK 吧，就是意思就是你害怕吗？然后我说No，I'm not scared，就这，没有也没有就这了，反正就意思就是，瞬间感觉就是英文狂狂的，就是感觉你那一刻你的这个神经都被打开了啊，你挺 OK，他问我Are you OK，我说我挺 OK，我挺 OK，然后他说要不要给你来点刺激的动作，就是他有一些那种旋转啊那种的。我说 a little， 来一点尝一尝。我说 a little bit 啊，来一丢丢给我尝一尝。然后他就来点那种稍微滑翔伞左右一拉，他就旋转一下嘛。我说也挺 OK， 也没什么事儿。I'm not scared，I'm 这个就是非常的 strong，就是反正就是还挺好玩的，感受了一下，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又体验了一点别的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应该他还没拍到，因为那个项目是比较，我觉得那个是我玩的最吓人的，我又玩了一个别的，很刺激的一个项目，然后对，到时候看节目吧，看你这个勇敢宁宁不怕困难啊，你看看那个啥先不告诉你，等综艺播了你就知道了。没错，就是漂流，在漂流上，漂流啊，那个就是当时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又怕上天，我怕在天上的项目，然后又怕水，上天入地好像都不太行，只能在路上行走车开快了我也害怕，就是天天就也活在恐惧当中，然后玩漂流，你们看到了吧？漂流，然后漂流我其实很怕的，因为我不会游泳。我们家朋友都知道我不会游泳，而且我们参加所有的那些嘉宾里面，只有我不会游泳。
然后呢，那我以前在我们丹东老家那边，丹东有漂流，包括那个辽宁很多漂流的地方我也去玩过，但那些漂流呢就没有那么的吓人，就它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急，但是它没有那种断差那种的落差那种的。然后当时我们去那个漂流是有一个号称7米高的一个瀑布，就那个船从7米高下来，但实际我觉得没有7米啊，我觉得实际也就4米5米左右吧，没有7米。7米可能是那个瀑布水少的时候可能有7米，但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4米5米差不多，我不知道，反正就一个漂流。当时他们也节目组也问说那个宁哥你行吗？我说漂流还行吧。然后我就因为我跟那个龚俊他们一组嘛，我说你到时候朋友们我要是掉河了你们救我，他们说放心吧宁哥我们肯定救你，我们水性老好了，你没事啊，你那个就是他们就很照顾我啊，他们很照顾我，这些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们都很照顾我，然后说没事放心哥，你掉下去我们一定救你，我们水性很好，我们肯定救你啊，没问题。我说好嘞。然后结果就玩的也挺开心的，玩的也挺开心的。然后就是其实它整个最难的就是有一个所谓7米高的一个瀑布，从那儿就是一个船从船就是下去嘛。然后当时我就问那个我们船那个司机不是我们船每个船都会跟一个所谓的安全员，就是当时的教练嘛，然后他会主控船和控船的节奏。然后就是什么时候谁下，什么时候下什么的之类的，有这么一个安全员在上面。然后呢，当时我就问那个安全员，我说这个船在玩的过程当中会翻吗？然后他说会翻，他说有翻的，因为而且他说了翻了之后你一定要记住手要抓紧那个船的绳子。当时我就吓懵了，因为船翻了，我肯定就蒙圈了。我因为我不会水，我整个人进水里之后，虽然穿的救生衣啊，但是我一定会，我觉得我会吓死。然后他说会翻，我说那翻的概率是多少？他说30就是30，朋友们知道什么意思吗？30就是30，哎，你看这个他说30。我30%，我说哦那还行，我30%翻的我可能不会死掉，还行。结果到了那个马上要下去之后呢，然后就问，因为分两个船嘛，就问那个船的教练，然后刚才他们也在聊说会不会翻什么的，我说没事儿，我说人说30%翻还好，我当时也是给自己打气了。结果那个船那个人说 no， 就意思不是30，是50。朋友们又考你们了，50是什么意思？哎，50，50嘛，对吧？你看又在我直播间能学到英文没有？开玩笑了。有朋友说15，你给我出去！你英文太差了，比我都差。然后50，我说50是啥意思？我说你再说一句，当时我想说你不废话吗？50%的几率会翻，那就等于要不翻，要不不翻嘛，等于没说不就是吗？要不就翻，要不就不翻，那你等于50%几率是没有意义的啊。然后后来就下去了就还好，没翻啊，活下来了，就一半一半嘛，对，就一半一半，这个就是这个50%这件事，我特别想吐槽，因为我有的时候拍戏，然后就会有一些台词，就是说这件事如果办成的话，大概有几成的把握，然后这个主角就说，把握应该有50%的把握，50%的把握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一句废话，就要不能成，要不成，要不就不成，就等于没说。反正到50%的时候，我每次到这种台词，我特别想吐槽。要不成，要不不成，等于没说。你哪怕说有40%的把握，那是一个不一样的
哦，可能比这个五成要少一点，就是几率会小一点，哦，等于没说，也就是一艘翻，另一艘不翻。对，当时就是在想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先下的，不是说50%的概率那个船会翻吗？我们那个船下去之后没翻，我就说完了。如果是50%的概率，我们这船没翻，他们那船会翻吗？然后于是我们就很期待他们翻，因为那个相对其实是安全的。当你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那是安全的，就没有那么的没有气迷啊，就是，当然它是号称气迷啊，就是我觉得是没有气迷的，也有可能是恐惧抑制了我的大脑思考，可能对距离的衡量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就是，没，他们也没翻啊，也没翻。有没有新西兰的羊肉好吃吗？真的很好吃，啊，新西兰羊肉真不错，嗯。有朋友这次去吃怎么样？我觉得就正常，因为我吃西餐确实差一点儿，啊，我确实是不太喜欢吃西餐，然后就还行，我觉得比上次吃的感受会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可能之前对国外的吃的没有什么那个概念。我去年我们那地球去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就是你再去新西兰吃，你就会觉得哦，就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东西也就这么回事儿，就是再好吃也就这么回事儿了，所以就还好啊。而且新西兰好多中餐馆，我们就是日常的饭都点中餐，都点中餐，然后都还好啊。节目里吃了点儿，也是他们找的就是非常棒的厨师给我们做的，然后都不难，就是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啊，都可以的。因为我期待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一次他那边食材也比较好，比如各种肉的食材是比较好的，然后吃的也蛮开心，然后包括一些海产都不错啊。他们那边有一个特色是那个什么黄金鲍还是什么东西，咱们那儿也有。然后当时在那吃，就觉得还都挺好的，海鲜也可以，然后牛羊肉也可以啊。我下厨了吗？没有，没下。本来想给他们做点东西吃，但是我们节目就是录制，第一比较匆忙，第二呢，他们已经准备的都很丰盛了，我就寻思我也别折腾了，因为录一天也挺累的，我在忙活做点东西我会更累，所以就后来也没做啊。但还是对那面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啊。新西兰这次去感受还不错，感受不错。会想再去一次吗？是会想再去的，就是我去过的那些都想去玩，比如说去待几天，我觉得是 OK 的，哪怕待1周啊，待半个月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挺舒服的啊，因为你可能那边就是人比较少嘛，人少，然后就是对，就是去那边待一下，我觉得会很舒服的，是会想去的，就去不去都行，也不是去不去都行，就是去也行，不去也行那种的啊。嗯，地球还有录制吗？还有一次国外，然后还有一次国内。大概地球播应该是因为它录的比较早，你们别看是3月份录制、2月份录制，但是其实它大概得6月份才能播，6月份左右播，因为它的档期就是那个时期的6月份左右播，为什么这个时候录呢？因为只有这个时候那个大家的档期是有的，大家有档期，后面再找时间录，大家你想想这剧组这些人，地球超新鲜里边这些人都很红的朋友们，都是大明星，都是大明星啊，所以就是凑他们的档期是很难的，就在过年的时候把这个档期一凑，大家出去一玩儿就挺开心的，
朋友说宁哥你也是大明星，不，我只是个大网红，没看咱的直播吗？朋友们，啊，把礼物上一上，朋友们，礼物上一上，礼物上一上。我直播间没有开礼物啊，你们别当真了啊。新的 title 喜欢吗？还行，有心了各位，只能跟各位说有心了啊。我看那个他们说那个演唱会总有人拉群，我说那演唱会拉啥群啊？然后结果是在里面开会说，可能是我预想啊，是很多朋友说那个进到那个演唱会群的朋友们，如果宁哥点歌点到你了，你记得要把这段话说出来哦。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吧？哦，应该是群里给写的文本，点到谁了就要用这番话来这个称赞我，然后让我心情好。当然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演唱会上可以，就是我们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 party，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环境，可以这样说一说。但是我出门宁哥出门都把尾巴夹起来，就是做人，啊，在外边你任何的工作你要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啊，你就是得谦虚、低调、稳重、有礼貌、尊重他人，啊。主打一个口碑，低调，对自己的场子，你可以，比如像直播也是有的时候我总有朋友说，你看宁哥又开始了，他那个表情一露就开始臭屁了，因为我这是直播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场子，我可以随便，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像我录节目，比如综艺里，比如戏里，比如说任何有其他艺人在的地方，那我就是别太出挑。我就低低调调的啊，别招人讨厌，有朋友说，嘿嘿，第一次看你直播，第一次看我直播是吗？那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们，那就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关注一下，下回没事半夜我给你们直播，然后聊会儿天啥的，就也交个朋友嘛，对吧？朋友多了路好走，交个朋友，开推录几次？开推马上录了，开推这个月末录了，月末录。有朋友说心情这么好吗？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看到我的粉丝之后，我会丧着个脸，我不开心，我飘了耍大牌。当然开心啊，就是因为第一次演唱会顺利结束了，然后也大家，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也很开心。然后呢，而且就是感觉好像，因为我演唱会会很压力很大，其实我很累的，朋友们，我确实累，但是你没累是一定累的，但是就是你又是开心的，你觉得就是演唱会起码是开心的，你觉得有意思的，你说别播太晚，我不会播太晚，我跟你们聊会儿，我差不多就撤了，你们不用催我啊。今天还会有音综吗？应该会有啊，我现在特别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综艺咖。当然对，所以音综还是去的，音综还是去的。
有朋友说黄子韬说不认识你了，我看到那个了，我看到了，那个他去录一个综艺嘛，他就录一个综艺，然后就是他衣服前面放了个倒的我的那个图片，但没认出来我，这很正常，嗯嗯，这很正常。没事，他就是那个，因为那个角度确实谁也认不出来，不好，因为你那个没事儿，不过你也不认识他，我哪有那么小气？没有那么小气。有朋友是让他转200，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就是所有的沟通方式都是用金钱沟通吗？不是的，我让他请我吃顿饭吧，让他表达一下他的这个一羞羞的歉意。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竟然没认出来我啊！但也有可能是那个他基本上私底下见到我的状态都是我没化妆的，他突然看到化妆的我，可能他也不太熟悉了，有朋友说我要把手机倒过来了，朋友们，你现在把手机倒过来，你看我都感觉很别扭，你都认不出来是我，你现在可能在用手机这样看我直播，你把手机倒过来看，你就会发现很奇怪，你也认不出来是我。确实，你们自己感受一下，你试一下，你能认出来是我吗？你试试。因为你知道是我，你有意识，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不太，就是有点模糊的。有朋友化成灰都认识你，我不信。来，我给你弄撮灰，这是谁？这是谁？化成灰都认识我。有朋友说倒过来更帅了，不能正脸看，是这意思吗？纵马踏歌行好听。有朋友老大有消息说你去郑州开演唱会，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了，以后你们在网上看任何消息都是假的，我只有南京场了我只有南京场了，后面任何的城市我都没有了所以有的要不起号的，要不就是骗你票钱的就我只有南京场了，这一巡只有南京了，对的。对，都说了南京收官嘛，南京收官。
三旬，到时候再说吧，没事儿。有朋友老大看喜人了吗？没看。对，看的我有时间看那种视频的时间会少一些，没有那么多时间。有的时候刷到会看一看。迪士尼10周年的歌好听。行嘞。Magic， 我和你所有美好和回忆，变成我们独一无二的色彩。行嘞，当然也挺开心的。然后那个上海迪士尼5周年的时候，我们唱了个歌嘛，奇妙的惊喜，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对吧？然后就是唱了一下，然后这次10周年又有幸去参与，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有朋友15周年还是你吗？我觉得应该不是了。5年后，哥们儿已经很大岁数了，差不多了，会有更棒、更年轻的这个人去接受这个荣誉，5年啊，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的吗？5年还真的是很快，上一次是5年前。因为宁哥你瘦了也没瘦，我其实没瘦啊，就是一直这样。今天把大眼开的多了一点，瘦脸开的多一点，所以你感觉就是瘦了。有朋友说你已经陪伴我8年了，谢谢你，我觉得是你陪伴我8年，不是我陪你，是你陪了我8年，感谢感谢。状态好，状态一般，状态一般，反正就没说嘛，我今天不说了嘛。就今年很多愿望都是希望自己就是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那个演唱会那个朋友说希望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学业有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我拜年，是。当然，朋友们，你们也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啊！你们真的是，我觉得今年开始我也得，现在开始都吃保健品的朋友们，以前啥也不吃，就是什么，我看很多艺人都吃什么维生素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都很保健自己。我以前从来不吃，我觉得麻烦。但今年自己出门带好几种药，带好几种药，就是那种。有时候忘带了，我还让他们先去买那种，就比较的，就想说能好好的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好好的感受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你很多很多东西你还没有感受过，你还没有，比如说好吃的你还没有吃过，然后呢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很多东西你没有看过，很多事儿你没有经历过，我觉得就是所以你还是得有一个好身体，你才能去经历一切，看的一切。
感受那些东西，你才觉得可能你活这一辈子，因为人可能也就几十年嘛，然后大几十年嘛，对吧？然后你能感受更多，就是你来这人间走一遭的，就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嘛，嗯。惜命我倒也还好，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惜命了，只是说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事儿啊。当然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够身体健康，嗯。保健品上架是吧？没错，朋友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平时在吃的一个保健品。这个东西，朋友们，艺人都在吃，所有你知道的明星都在吃的一款保健品，能让你每天都状态很好，而且变美。朋友们，马上3、2、1上链接可还行。有没有泡脚泡枸杞？有朋友说别总喝咖啡，咖啡还好吧？就是我是每天都得，我每天喝咖啡其实不是我喜欢喝，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也忘了是谁给我灌输的，说咖啡消肿。第一说咖啡消肿，第二说那个，但是喝完咖啡你的，因为它里边有那个咖啡因嘛，它真的会让你精神亢奋，所以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喝一杯，你真的觉得你的精神力会集中一些啊。但是就是但是我不是特别爱喝那个味儿，只是说有的时候你喝完之后，你觉得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就会觉得状态好，你就包括我在演唱会，我演唱会下台，只要是下去换衣服，我都喝2口咖啡，感觉就是它是一种心理暗示。然后喝茶，茶也是，因为我不爱喝热水，我就是所以喝茶没那么喜欢喝茶，因为我不爱喝热的水，我就是得喝冰水，嗯。冷萃茶是吧？但是我喝茶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吃东西有的时候是吃的比较少的。我记得我几次都是喝茶喝到难受，就是也不算喝茶吧，其实也不是怪茶，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特别难受，是因为我在横店那个地方有一家是卖那种奶茶的，他家那个奶茶是港式奶茶，就是里边茶的成分很高，然后我那天就喝了一杯那个他们那个奶茶，喝完之后给我难受的，我都快死掉了那种感觉。有朋友说我们看小贝都气疯了，看小贝都气疯了，挺好的，说明你们看进去了，你们跟着剧情在，真的好气。然后我看到了朋友们说那个，真的气死了，但是又不能跳过，又怕那个就是那个完播量不够，又不能跳过，让我在那儿看到了，没有了，他是。不知道说什么，反正反正就是我一部戏嘛，大家看看，感受一下乐呵就行了，挺好的。边看边气，气死我了。你演的好，我演的一般啊。
我觉得演的一般，因为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是专业演员，我演的肯定是不太行的，但是就是我尽力把它演好了啊，已经尽力把它演好了。而且那是我3年前拍的了，已经。那个时候的水平肯定是没有，当然也差不多了啊。我记得那个小贝拍完了拍的珠帘嘛，对吧？反正顺利播完了就行，就挺开心。就是对脖子是难受，没有，因为小贝那个角色吧，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就相对完美啊，在那个剧里算是一个好人啊，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相对完美，相对这个词，对，所以就是其实没什么，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没有存在感，所以就尽量给他加了一点儿小小的人性，就是生活一点让他觉得就是真实一点嘛。有朋友说宁哥啊，宁哥不接现偶，一定是因为拍了《玫瑰丛生》之后。但是宁哥，现偶不是这样的，然后还劝我呢，我当然知道，我比你也要知道，我肯定比你懂，哦，我是这个行业的，你不是这个行业的，我肯定比你懂。我不是因为拍了《玫瑰丛生》不想拍现偶，我就觉得拍它干嘛？我不喜欢，个人不喜欢啊。有被伤害了没有？其实没有，那个戏拍的其实很顺利，也很开心啊。那戏拍的很开心的，也很顺利，跟那个剧组合作啥的都很顺利，包括跟导演合作，然后也从导演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当时之前说了嘛，为什么接那个戏？首先也是很好的一部剧啊，对，所以就是去学习，就是去学习为主，真的是在学习啊，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学了很多啊，包括其实每一个人，其实我就是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就是打个比方，我刘宇宁演小贝是一个状态，那别人去演小贝，我相信又是一个别的状态，就每个人演出来都是不一样的。那有没有对错呢？没有对错，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当你看到别人怎么演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些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哪个角色很好，哪个角色很好，我演的话我会怎么演，或者我有几种演法，我有几种处理方式，或者是我给他怎么搞，我会有一些我的思维。但是你进到剧组之后，你只能演你自己的角色呀。然后当你看到别人对那个角色的那个处理的时候，那因为他是他的理念嘛，所以你又会学到，你会原来他是这么理解的，他是这么认识的，他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所以你就会学到很多很多，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嘛，你会有很多视角去看待一个角色，这样你不断的去看别人怎么搞的，你就会丰富你自己的知识库，处理方式。边演边学，当然一定得学习啊！这个学习不是，但是我一般我学习的方式都是那种小聪明，我不是那种潜心去修炼一件事儿的，我都用小聪明快速的去掌握一件事儿用我自己的方法。那演技还是不行，我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多朋友特别关心我后面接啥剧啊，我没定的事儿就先不跟各位说了啊，我没定的事儿就先不跟各位说了，等我定了再跟你们分享。对我，但是得，也不是得吧，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朋友们不好意思，我喝多了啊，我就可能说有点话有点醉话，我就。但朋友，我确实有点喝多了，但是你别挑理啊，别挑理，朋友们，我确实有点喝多了。我是吧？我觉得，我反正现在认为，啊，我反正现在认为，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比如像我之前会说一些啊，我好像得工作了，我好像得接戏了，我好像得开演唱会了。我突然间现在觉得我为什么非得去接戏？为什么非得开演唱会？为什么非得工作？就是我会反而会这样的，我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喜欢它吗？难道我这件事儿我演唱会我开了，我是因为我6年没开了，我得开了吗？或者说我觉得哎，我就好像2年没进组了，我得进组了吗？这个得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谁规定你得这么做的？那我觉得我不得，我就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就必要我一定得做的事儿。我是觉得，否则那我活到没有活到否则我觉得那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能够选择我的工作，在我想不干的时候就能不干，在我不想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干，这才是我这么多年说努力工作的想要达到的目的。努力的工作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工作，而是想干的工作，能得到想干的工作，或者不想干的工作我就不干，这是我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自我矛盾，我就想说，哎，我好像这个男演员抠脚网我已经抠了很久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得进组了，那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得进组了？我难道是因为我抠的脚太多了，然后我去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东西吗？或者我没有那么的想去的一个东西吗？我有时候会扪心自问，我就是叛逆少年，我就在问我自己啊，不说了，朋友们都在酒里了，来，干了，干不了，留一口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是必须得干的一件事儿。对，就是我一定得找到一个，比如说我无论是开演唱会也好，或者是接综艺也好，或者是拍戏也好，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去到这个剧组，我去到干这件事儿，我要的是什么？我能不能得到这件东西？比如像我为什么去地球超新鲜，我就是因为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出过国的机会，我也自己也没有那个心思出国，说出国去看看去旅游什么的。但是正好有一个综艺可以去出国去旅游，又能跟认识的朋友一块儿去，然后呢又比较靠谱，那我就去了。我去了，其实去地球上新鲜对我来说就是玩，就是放松。哦，我知道我干这个工作，我去录这个综艺的目的是我就是为了去放松，为了去开心，我可以得到我可能没有见过的见识、见闻和接触到可能以前没机会接触到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一些举动行为，然后让我增长知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如我去这个组，比如打个比方，刚有朋友问我说宁哥那个我希望你接个大古装，下一部大古装 ，OK，我觉得也可以接，比如说接古装戏，但我得知道我去了为什么。如果它就是一个我认为的，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正常的一个古装戏，我去接了 OK，那我拍了 OK，拍完之后，然后咱们好的说这部戏那个打个比方，我这部戏拍完了，然后呢在平台播出了，它又破万了。又能怎么样呢？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又能怎么样？破完之后我能怎么样？我能再多2个综艺，我能再多2个代言，我能在晚会上座位靠中间一点，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然后OK，那就说再说，那
比如说我拍了一个古装戏啊，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就是我不是说不喜欢，只是说就正常，我再去做了这件事儿，然后播的又没破万，那又怎么了？没破万怎么了？我干不了这行了。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去做这种重复且没有新鲜感的事儿，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吧，我个人是不太想做，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对我来说，它只有消耗我的时间。就是我 OK，我再拍3部戏，我打个比方，我再拍3部戏，OK，又有2部破万了，又能怎么样？我要的是这些东西是我的最终追求吗？我觉得前面确实是，咱们不谦虚的说，前面确实是，前面没破万的时候，确实就对这个东西有执念，我对破万那件事有执念，但是还好我命好，第一是我命好，第二呢是我粉丝确实给力，你们给力，让我很快达成了这个3平台破万男主。当你达成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感受。当然之前确实是破万，但是就是我跟你说，自从但是我什么时候改变了这个心态？我告诉你朋友们，书卷一梦，播完之后，我就觉得破万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执念和任何的想法。对，就是反而我就觉得我反而不追求这些东西了，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意义。这玩飘了，你可以认为我飘了，但是没关系。就是所以我想说，哪怕我后面接戏的话，或工作也好，我只接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儿。比如像开推，马上开推月底开始录了嘛。开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它是我第1季就参加的一个综艺，然后呢，其实中间很艰难的2年没开嘛，然后后来终于开起来了，然后又加入了那个节目里的新的朋友，又跟他们成为了朋友，然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又有情感在那儿，对那个节目其实是有情感的，然后又到了这一季又录了。可能有朋友会时间不太行，就不参加。但是那个节目对于我来说，它是我的一个，就是我不能把它当做我自己的节目，但也差不多。就是我就会觉得，那起码人家邀请我的话，那我就算这个节目的，就是怎么说呢，成员之一嘛，我就会这样。然后，而且他那个节目录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对于我来说，是我可能1年也不会去玩一次剧本杀，玩一次密室逃脱之类的，但是我在那个节目当中我可以玩一次，而且跟这么多熟悉的人、好玩的人一块玩，又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专注到一件事儿，然后又能成为所谓的作品，我的这些朋友们能看到，它对我来说也是个工作嘛，对，所以这个开推就是这样的，我会开心，我去录这个东西的点，我知道是什么，我就会去，包括戏其实也是这个道理的。这个戏，比如说我看了那个剧本，我觉得是我拍过的，或者是我在市面上见过的，因为当然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因为电视剧这么多年能写的、能拍的都拍了，该写的都写过了，该拍的也都拍过了，就是颠倒顺序排列组合嘛。但是你就是如果再让我去做重复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做的，就是我觉得没有意义啊，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但如果此时此刻跟我说拍一个二念关山，我这人是这样的，比如说跟我说拍二念关山，我会去，哪怕它是一个重复的事，对于我来说我会去，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属于我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拍书卷2梦，我会去，是吧？比如说拍那个珠帘玉幕之燕子精没死，就这种的，我会去，我会去参与，是这样的，之燕子精没死，被救活了，医学奇迹，叫珠帘玉幕之医学奇迹就是可以的，我会去拍的，我就也义无反顾的接，
包括折腰啊，这次折腰2部叫重生之折腿儿，就是这种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类似，就是因为我会去参与的啊这种的，哦。但如果再拍一个跟他们相近的东西，我就不去参与了啊。有朋友说《终极笔记2》，有朋友说玫瑰再生，玫瑰再生的话，我考虑一下。都在酒里，朋友们都在酒里了啊。玫瑰再生还行，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戏份太少了啊，确实戏份太少的戏我就不拍了，因为使不上劲儿的感觉啊。有朋友说水后吐真言了，是啊，不好意思，朋友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那个你别挑理，就是咱主打一个就是那种酒后吐真言啊，不喝水一样也瞎叭叭。醉水了，朋友们，醉水了。哎呦，播到这个正好播到一念关山的那个什么。醉水，然后白愁飞复活传，白愁飞啊，白愁飞这角色，哎，我好像，热血少年是演的反派，然后白愁飞演的反派，我好像真没演过反派，是不是？是吧？就纯反派啊，我不太记得了，你们记得吗？白愁飞是反派，对，白愁飞他就是反派嘛。哦，魏成风是反派。地灵算吗？地灵不算。然后其他的可能都是演的那种像反派的那种男主，就是你看那个魏少也好，南恒也好，南恒也好，李世乐还行，他们看起来都不像好人，不像什么好人那种的。卓不凡不是反派，卓不凡是正派，就是在那种乱世之下，各自的生存之道嘛。他其实没有那种说一定说伤害别人什么的。有朋友说明白了要演反派，也不是，你们别打听了，不是不让你们打听，因为
我是在想演个反派，但是又在纠结这件事儿。骆明熙也不是反派，你们说啥呢？骆明熙多好的人呐，挺好个人呐。行吧，差不多了，朋友们，也快12点了。那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支持。那也辛苦各位的这个今天的当然要感谢今天所有天南地北来看我演唱会的那些朋友们，也希望你们玩的开心，是满意的，是开心的，行不行？那马上要12点了，在这里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啦，拜拜各位，晚安各位。我已经喝多了，朋友们啊，晚安各位。我已经喝多了，朋友们啊。